7月16日，月之暗面发布了 Kimi K3，它有2.8万亿总参数，100万 token 上下文，可以处理文字和图像，主要面向长时间运行的编程、研究和知识工作。发布后 ，K3 很快进了第一梯队。在 Arena 的前端开发盲测中，它截至7月21日以1678分暂列第一。Artificial Analysis 给它的综合能力指数是57，与 Claude Opus 4、8和 GPT 5.5处在同一区间。月之暗面也承认 K3 的综合表现仍然落后于 Fable 5和 GPT 5.6，但差距已经不大。再看价格 ，K3 的 API 标价是每100万 token 输入$3，输出$15，缓存输入只要$0.3。同期 GPT 5.6的价格是$5和$30，Fable 5是$10和$50。K3 的价格大约只有美国旗舰模型的一半，部分项目甚至更低。重点是 K3 为什么让美国市场紧张？投资者开始怀疑，更多 GPU、更多数据中心和更多资本，还能不能换来足够大的技术领先和足够高的价格？先说月之暗面和创始人杨植林。杨植林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，2019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取得博士学位，之后曾在 Google Brain 和 Meta AI 从事研究。他参与的 Transformer EXL 和 XLNet 分别探索了长上下文和语言模型预训练。2023年，他和几位清华校友创办了月之暗面。公司中文名来自他喜欢的平克·弗洛伊德专辑《月之暗面》。这些经历和公司后来的产品方向关系紧密。Kimi 在2023年进入公众视野时，最鲜明的卖点就是长文本。另一件事是美国的芯片限制。月之暗面从成立起就要面对一个很具体的问题：高端显卡没有那么多，怎样让现有算力多做一些有效工作？纽约时报援引月之暗面总裁张玉彤的话说，公司很早就知道自己没有单纯扩大算力的条件，因此必须从效率上想办法。美国同行可以不断扩大 GPU 集群，用更多电力、数据中心和资本推进模型训练。月之暗面必须更早回答另一个问题：卡不够多时，怎样提高每张卡的产出？当然，不能把 K3 的成功全部归因于出口限制。杨植林对长上下文和模型架构的研究早于这些政策。限制改变的是商业环境，也强化了月之暗面对效率的投入。K3 的2.8万亿参数不会在每次推理时全部运转，它有896个专家，每处理一个 token 只激活16个。Kimi Delta Attention 量化感知训练和 Mooncake 推理架构又分别压缩长上下文计算、低精度推理和服务成本。清华大学公布的真实部署数据显示，在满足延迟目标的情况下 ，Mooncake 相对基线系统把有效请求处理能力提高了59%到498%。月之暗面不是靠一个神奇技巧弥补 GPU 差距，而是在训练、架构和推理服务的多个环节提高效率。算力限制依然真实存在。K3 发布后，大量订阅需求涌入，月之暗面一度暂停新订阅。官方截至7月26日的说明是，老会员权益和自动续费不受影响，但受算力容量限制，新会员计划暂时不能购买。限制也强化了另一条竞争路线：既然不能只靠堆卡，效率就更重要。既然自己没有足够的服务器承担全球推理，开放权重就更有吸引力。截至7月26日，月之暗面仍然只提供官方产品和 API， 官网写着完整，权重将在7月27日前公布。权重开放后，开发者可以下载、部署和修改模型，云厂商和企业可以自行部署，其他开发者也能制作量化版本、行业微调和新的推理工具。月之暗面不必独自建设全球服务，也能让 K3 进入更多产品。昨天我读到 Mesosphere 联合创始人 Toby Knopp 的一篇文章，他把这个阶段称为开放权重 AI 的 Kubernetes 时刻。Kubernetes 当年取代 Mesosphere 不只是因为代码公开，它成了一个共同底座，云厂商、创业公司和开发者都愿意在上面做工具。任何一家公司的研发速度都很难长期超过整个生态。如果一个开放权重模型已经足够好，同样的机制也可能出现在 AI 领域。开发者可以做量化、行业微调、代理框架和评测系统，原始模型公司也能从这些投入中受益。这个类比有边界 ，AI 模型缺少 Kubernetes 那样的统一上游和中立治理，运行前沿权重仍然需要昂贵硬件。K3 会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平台，要看权重发布后有多少开发者愿意采用。K3 给美国带来的焦虑至少有3层。第一层是资本效率，月之暗面单轮融资约20亿美元，估值超过200亿美元 ；Anthropic 同期融资650亿美元，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。
微软预计2026年的资本支出约为1900亿美元，由 SoftBank、OpenAI、Oracle 和 MGX 出资的星际之门项目，还计划4年投入5000亿美元建设美国 AI 基础设施。投入差距如此之大，模型能力的差距却没有同比例拉开。投资者原本相信更多 GPU、更多电力和更大的数据中心会换来更长久的领先。K3没有否定算力的价值，却让投入和领先幅度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再确定。第二层焦虑来自闭源模型的定价，高价理应买到更好的商品，但如果 K3在关键任务中已经和顶尖模型处在同一水平，用户愿意支付多高的溢价就成了问题。企业会问 Claude 和 GPT 贵出的部分究竟买到了多少可感知的能力？美国公司仍然可以靠速度、稳定性、安全控制和企业集成维持优势，但模型更聪明这一点很难永远支撑2倍或3倍的价格。K3发布后，美国科技股的反应说明投资者已经开始重新计算这笔账。第三层是基础设施回报。DeepSeek 发布时，市场已经争论过一次，模型效率提高是否会降低对昂贵 GPU 和数据中心的需求。K3让这个问题重新出现，模型越高效，昂贵的数据中心会不会变得多余？黄仁勋的回答正好相反，他认为模型越便宜，使用量越大，最后消耗的算力反而越多。K3上线后很快遇到容量不足，也支持了这个判断。K3还把这场争论推进到了美国的政策选择。7月24日，英伟达、微软、Meta、IBM、Hugging Face、Palantir 等公司发布联名信，呼吁美国避免过早限制开放权重模型，以免压制竞争或把创新推向海外。截至7月26日，微软官网的签署名单已经包括 OpenAI 和 Google，Anthropic 仍未出现。这封信不是这些公司承诺开放自己的最强模型。英伟达希望更多模型消耗 GPU， 云厂商希望更多模型部署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，应用公司则希望减少对单一 API 供应商的依赖。即便存在安全和知识产权疑虑，他们也不愿意用全面封锁牺牲开放生态。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美国科技公司会因为 K3削减投资，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继续投入，同时接受更严格的回报审视。这里也要打个补丁，价格便宜不等于每项任务都便宜，不同评测采用不同任务和计算方法，成本结果甚至会相反。Artificial Analysis 的 AA Briefcase 评测里 ，K3平均完成一个任务需要83轮交互，约12万输出 token， 耗时56.4分钟，成本是10.57美元。它的任务质量很高，但运行时间比 Fable 5长得多。另一组综合评测里 ，K3的平均任务成本又只有0.94美元，接近 GPT 5.6 Sol， 大约是 Claude Opus 4 8的一半。工作类型、输出长度、缓存命中率和调用轮次都会改变最后的账单。现在就说开放模型全面战胜闭源模型还为时过早。K3的意义是它挑战了美国 AI 体系的3项假设：硬件优势能不能变成稳定的技术优势，技术优势能不能维持高价格，以及闭源模式能不能长期控制模型能力的传播。它的出现同时影响了科技界、投资界和美国的政策讨论。美国会全面限制中国开放权重模型，还是直接在开放生态里竞争，将决定这次冲击会停在市场情绪，还是继续影响 AI 的商业格局。这个变化值得继续看。你觉得美国应该限制中国开放权重模型，还是应该直接在开放生态里竞争？